学校只会教男女之间，对，所以不会教2个男生，然后2个女生。不痛这件事情，它就是门艺术跟学问了。你没有人会按自己不是18年龄啊，已经满18按这边，大家都按那边嘛。觉得意难忘这件事怎么样？就是小时候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沈老师。今天他的来宾是叶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芒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带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叶芒是同志热线。叫做拔辣小鸡块，你们这个小组叫做拔辣小鸡块。这个活动名称叫芭乐小鸡块。哦，芭乐小鸡块，他们专门是负责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啦、活动啦，然后会组织一些年轻人到你们那来玩。对，你要不告诉大家，他们平常来玩，你们最流行讲的一个什么话题？通常就是他们生活中困扰的事，然后譬如说像是性这件事情，譬如说学校理论不会教嘛，学校会教，学校只会教男女之间，对，所以不会教2个男生，然后2个女生，对。然后这是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其他他们生活中最常遇到，比如说想告白啦，跟爸妈的关系、老师、同学霸凌这些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教他们2个男生或2个女生呢？我们男生女生是分开办的。我想分开办也许好。对，是好一点。因为我们男同志也不太想知道女同志在干嘛。女同志也是，女同志也是。然后，而且女生有男生在场，他们不好意思聊性，老实说。也是。然后通常就会聊，先给他们一些比较是学校没有谈的知识啦。譬如说，如果2个男生你想要做10的话，那你事前要做些怎么准备？保险套怎么准备？润滑液要怎么准备？肛交之外，其他性行为有哪些模式？你看，你慢慢讲，来。我希望你也顺便教一下我们。虽然我的观众年纪可能都偏大，可是我蛮好奇要怎么教小朋友的。也许你现在40岁了，可是这些知识你还不知道。最常听到来的20岁以下的男同志青少年，他们每次讲性教育，因为我们都会调查他们想要先了解什么事情，在报名的时候，最常听到的问题都是担心做10会不会痛，然后不知道做10要事先做什么，担心会不舒服或者会脏。通常我们就会先讲说，如果你要做肛交的话，前面你要怎么样？如果你是0号的话，你前面要做哪些准备？你会怎么跟他们讲？我很好奇。就是最日常的话，那真的就是讲你在家里拿莲蓬头要怎么拆，然后要用什么姿势，然后怎么样稍微事先清洁，多久之前要清洁？我猜非常的务实的讲这些事情。我猜蛮多年纪大的人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学。那请问一下，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这些知识吗？热线其实有一个给男同志朋友的性教育网站，叫居家男孩。对，okay.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去看，上面其实都有说明。然后我们在社群媒体上有很多懒人包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在做肛交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不痛？不痛这件事情，它就是门艺术跟学问了。通常我们会跟青少年小男生讲的，就会是说，如果真的跟对方发生，你很紧张，那你们双方要怎么样彼此放松？尤其是如果你要进入对方，或对方要进入你，不管是哪一方啦，都要放松嘛。那在你阴茎进去之前，对，性教育就是讲。对啊，我不知道 YouTube 可以接受这个话题，但是我们是老师在教学生的 ，OK？ 性教育的关键就是不要避讳讲性器官，正确讲性器官名称。对，总之就是在你把阴茎放入对方的肛门之前，那你可能要先让对方放松的话，你可以先用手指头嘛。那手指头要你也要让对方放松，然后要润滑，所以可以怎么配合，然后用哪些润滑液？叶芒老师，我最近才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呢。我们都叫0号说要放松，是。可是我们人体中的很多肌肉呢，有的是可以放松的，有的是无法放松的。是。比如说肌肉是可以，你可以叫它放松，可是平滑肌是无法真的。你是说肛门那边的？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的肌肉里，我们没办法叫它放松。像这些肌肉，就是他们只能在心理上的放松，才能让身体上的放松。所以我最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事实上我们在帮0号放松的时候，不光是放松他所谓的肌肉，而是他心理上要有足够的信任感，他才能真的放松。对。所以这些知识真的不是光20岁以下该学，其实像我们快60岁都可以学这些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些其实在目前学校里，老实说，学校里目前只会教男女之间的安全性行为。其实蛮多学校老师会教怎么戴保险套啦，但大概就是教到这里而已。好的老师教到这里，对，不好老师就是念过而已，对，甚至跳过。对，所以这边就会好好的从头到尾好好的学一次。对，所以他们在过程中，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，他们其实那个性教育场合，当然就是让
青少年可以自在的问嘛，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回答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台湾在同性恋的圈子里，他甚至大部分男同志，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可能碰到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教比如说碰到跟药混的话，嗨放就是就比如说嗨放的部分，你说在网络上遇到有人约一些可能用不合法的药物，用中性的词汇讲不合法的药物，怎么你要怎么教这些年轻人怎么避免这些行为，怎么办？我们前一阵子办的时候，其实有第一次来参加，我先讲他才15岁，他就问了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怎么知道这个？”他说他就是在 App 上看到有人，应该说他看到他搞不清楚那是什么，所以他自己上网查，然后就发现好像是一个用什么东西叫做我忘记什么东西，他只记得那是违法的东西。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会开诚布公讲清楚那是什么样的药物，然后它是法律上是违法的，这也要让大家知道。然后它会有什么效果，还有什么风险，包括成瘾的风险。然后提醒大家说，在 App 上面，因为其实老师你可以想象，就是如果他只是一个还没有用过交友 App 的人，在上面他看不出那些昵称啊。我也看不懂，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昵称什么不同颜色的心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他可能看不出那个火箭是什么意思。对，总之我们会让大家也稍微知道一下那些词汇背后大概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学校也不会教，学校只会教跟毒品说不。对，还有就是你吸了毒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。对。可是关于说一般男同志在怎么这些术语，学校可能不太对，然后等于他一开始用 App， 他可能的确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些风险跟辨识这些啦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讲到 App 这件事情，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知道 App 只有在18岁以上才能使用，可是您看来很多年轻人在18岁以下就已经开始用 App， 大家都知道嘛，一定是你看到18岁，你没有人会按自己不是18，你未满18，请按这里；已经满18，按这边。大家都按那边嘛。对，所以他们蛮多人会尝试使用，对，尤其是非都会区。因为他们接到资讯更少，对他们认识朋友的管道不像大都会区比较方便。那在这一块，你是要怎么提醒这些年轻的小鸡块呢？就是如果那些我们办的活动那个场次刚好是聊 App 的话，就会跟他聊在上面会遇到哪些事情，然后比如说可能会有年纪比你长的男同志朋友。你们应该碰到都是年纪比他们长的吧？他们毕竟还没有18岁。对，譬如说想约他出来见面啊，然后就会跟他讨论说，那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在什么考量下你会决定要跟这个人出来见面，要做什么准备？那不出来你可以怎么婉拒对方？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出来见面就直接约去就对方说来我家，你就去他家了。这绝对是 no， 对不对？就是你不太认识对方嘛，你也不知道去他家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正确的约法应该要怎么约？就是约在公共空间先见个面。我也认为这最好。然后就算你是成年人，我都建议你这么做。没错。然后如果他有私下比较要好的朋友，他甚至可以先跟一个朋友说，我今天会见网友。然后譬如说约个时间，我会传简讯或打个电话给你。那如果没有联络，就是你可以直接 call 我或什么的。各位成年人，我也希望你们这么做，因为在外面真的碰到奇奇怪怪的人，我个人也碰过，所以有这些多一层的防护，对自己的安全总是有多一层的保障。这些不是未成年孩子才需要啦，其实大家如果真的见网友，可能都需要知道一下。我知道很多像特别是未成年在学校里面，他们蛮容易爱上异性恋的男生的。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特别开课说，开课碰到异性恋爱上异性恋男生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意难忘过嘛，意难忘就是你就只能苦练啊。然后我们会聊，而且这是每次办青少年同志聚会，不管我们那一次主题是什么，一定有人聊这个，就他会自己讲。因为同志，说实话，我们一般成长的过程中，身边所谓长得帅的、吸引你的男生，都是那些荷尔蒙爆发的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国高中那个年纪，如果没有特别上网或认识其他同志朋友，喜欢上的人都是身边同学啦。讲实话，因为我们身边就是同学们，顶多有人喜欢老师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通常很容易喜欢上身边的异性恋同学。那你会怎么样教他们说，他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？通常他们在我们聚会讲这个都是想要抒发心情，我们就会听他们讲。然后我们通常像我自己也会讲我以前意难忘的经验，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没有很奇怪，觉得意难忘
忘这件事怎么样？就是小时候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。那你现在还会爱上异性恋男生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我身边很多男同志朋友了，而且我现在有稳定的伴侣，对，所以我个人是因为我想我们可能小时候都心里受过很严重的创伤，对于异性恋这件事情，所以现在我因为记得我年轻的创伤，所以现在只要知道对方是异性恋的男生，我完全都不会对他们动情。你说就自动隔绝？我个人是这样子，这种自动的保护机制。可现在还是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还是有20-30岁、40-50岁的男生还是喜欢异性恋的男生。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没有办法让你快乐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还是早早说不要，保护自己比较好。我个人认为，可是你们要怎么做，你们自己的自由。我知道芭乐小鸡块呢办了很多的活动，还包括出柜啊、父母的问题啦等等很多很多。你要怎么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说？热线办这样的活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跟他们来这边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？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的20岁以下的青少年同志朋友生活应该都很好，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真的落差还很大，有些人还是非常的难面对自己，甚至他没有城乡差距很大，然后他身边有没有支持的同学，其实落差也很大。常常遇到20多岁以后的他们回来当义工，或者是回馈跟我们说，他在国高中的时候来参加这些，让他觉得他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，或者说当时生活中，比如说想跟爸妈出柜，或者说谈恋爱遇到的困扰，他觉得得到了一些疏解，甚至找到了一些方法。哎，我真的好希望我那时候国高中有这样的团体能够参加的话，我的同志成长过程中也会顺利很多。其实热线还办了各式各样活动，适合各个年龄层。所以呢，虽然我失去了那个年代，但是现在还是有活动可以让沈老师去参加的。有，热线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自己按赞分享。每个礼拜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。现在老师要跟一毛玩个游戏啦，快问快答。我猜这些题目呢，对叶毛来说真的是轻而易举。不过呢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玩，看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到底的生活是什么状况。请问一下，年轻人每天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久？3个小时以上。我在网上查，这平均是5到7个小时。我3个小时是只用 IG。是没有，我是说平均用手机。那可能的确是5到7。OK， 年轻人最喜欢的速食店？速食店还是麦当劳啊？答对了，很厉害。他们最喜欢用的社群平台是什么 ？IG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有3项选择。抖音吧。还有一个小红书。是 Trade。Trade。好。请问一下，年轻人的宵夜首选是什么？盐酥鸡。请问一下，他们最常用的行动支付有哪2个 ？Line Pay 跟街口。很厉害。投资朋友们都会自己点，不是投资朋友们都会同志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赏，拜拜。古亭站 Tutor ABC 楼上。这么高级的地段，那是很好的地点，因为就在捷运站的。对啊，我们舍不得搬，就是因为它交通很好。对，他们来玩，你要不要先告诉大家，他们就来，好嘞。火箭就是带你飞啊。接到了。我知道芭乐小鸡块，我知道芭乐小巴，没关系。